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奇麦克，我是老边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和大家聊一下我的苹果电脑日常设置的习惯，这可能是我制作的最长的一期视频。主要聊一下系统偏好设置，通过修改这些设置提高苹果电脑的效率。另外，养成一个良好的使用习惯也是提高系统稳定性的一个关键。最后是一些常用软件使用心得的分享。视频有点长，请耐心欣赏。现在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打开系统偏好设置，这就是相当 Windows 控制面板的地方。我这里主要调整了 Siri、聚焦、通知、软件更新、键盘、触摸板和时间机器这几个地方。先看一下 Siri， 个人感觉比较鸡肋，所以我直接就把它关闭了，因为大部分情况下用键鼠操作比用语音更方便。接着我们看一下聚焦，一般情况下我只需要用它来快速启动应用，还有查一些字典，其他功能对我来说比较鸡肋，所以没用的地方我都全部关闭了。接着看一下隐私页，在这里可以排除掉不想搜索的目录。我把大部分目录都排除了，因为我的资料大部分都放在 DevonSync 里，搜索起来非常方便，因此系统提供的搜索就显得比较鸡肋，所以我不再使用了。而且最近由于搜索的问题导致 SSD 过度读取数据，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。于是我打开了命令行，看了一下 SSD 的读取情况。天灵灵地灵灵，太上老君快显灵。 9.36TB 好像没网上说的那么夸张，我这可是已经用了半年多了，每天使用10小时以上，所以不必过分担心，我们应该相信苹果的质量。好了，不管这个了，我们继续讲下一题。现在看一下令人讨厌的通知中心。可以看到大部分通知都被我关闭了。目前手机的推信已经足够了，电脑上就不必再重复一遍了。关闭这些老人的通知，既可以提高工作效率，又可以节省电量。关掉，通通关掉。相信我，这些过多的通知只会打断你的工作，而不是提高你的工作效率。当然也有例外的，比如查找这一项是我需要的。清理完通知，你的工作效率会提高不少。这一条同样适用于手机与平板。接着我们看软件更新，这里我只选择安全更新，其他都不选择。主要是原因是在系统稳定的情况下，尽量不要进行版本更新，这样会影响你的工作。特别是你只有一个工作设备的时候，千万别作死。现在看一下键盘设置，这里我关掉一些苹果自以为是的聪明设置，像拼写纠正、自动大写首字母、智能引号和破折号，这些我都不需要。这些设置增加了我输入时的负担，比如有时候输入用户名，它却自动帮你把用户名大写，这就让人非常不爽。左边的快捷方式非常值得推荐，你可以输入几个字母就完成一段话的输入，特别适合常用网址、感谢短语之类的输入，而且这个短语是和 iPad、iPhone 同步的，所以我在这里推荐大家使用。接着看一下触摸板的设置，这里我关闭了通知中心的手势，我感觉这个日常操作时经常会误触到，尤其是在浏览网页时，双指左右切换、前进后退时经常误触到，所以我就把它关闭了。最后我们看一下时间机器，你可以利用它来备份苹果操作系统。
由于我的资料都保存在 NAS 和云盘上，加上现在云盘存取文件非常方便，不用像时间机器那样随身带一个硬盘，显得非常累赘又不方便。再加上我很少恢复系统，所以我就不启用它了。以上就是我对系统偏好设置的一些操作，其主要原则是减少不必要的干扰，提高工作效率。接着我们讲一下苹果的使用习惯。首先是不使用盗版软件。苹果上的软件我们可以从 Apple Store 进行获取。很多软件都在上面有相对价格低廉的替代品。比如这个 Pixmeter 就可以很好的替代 Photoshop 的功能。如果觉得昂贵，也可以使用一些在线的 PS 网站。少用优化软件，比如大家经常使用这个什么 Clean 什么的。曾经一度我也非常喜欢使用这个软件，但是它经常会引起系统的不稳定，会导致部分系统功能失灵。比如它会引起系统小组件的突然消失，在国外网站上也看到不少用户的反应。因此我不建议大家使用此类软件，它们往往是引起系统不稳定的主要原因，所以大家不要过分迷信此类软件。同样，杀毒软件也不可信。Mac 在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关机，打开也非常迅速，就像 iPad 一样，打开屏幕就点亮了，非常快捷。镜头拉远点，演示一遍，开盖一瞬间就点亮了，这才是心目中笔记本的样子。随着宽带速度的提升，云盘的速度越来越快，使用也越来越方便，特别是经常存取的文件保存在云端更经济实惠。接下来聊一下常用的软件。办公软件主要是微软的 Office 系列。在 M1 上 Word 第一次打开速度也不快，大家可以感受一下。退出后第二次打开就非常快了，这一点和英特尔版本的 Mac 没什么区别。文字输入也是非常流畅的。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 Excel 上，第一次打开都是比较慢的，再次打开就变得非常迅速了。其实对于这一类应用，我更推荐在 Windows 中使用。打开 PD， 启动 Windows 10虚拟机。出于对字体兼容性的考虑，我认为 Windows 版本更为合适，尤其是你的客户都是使用 Windows 的话。Word 在虚拟机中的启动速度非常快，感觉比苹果版的更快。同样是手持打开，感觉更流畅一些。这里我没有做任何处理。Windows 自带的输入法也非常流畅，感觉不需要任何第三方的了。另外 Windows 里的功能更多，插件更丰富，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接着我们看一下苹果自己的 Pages， 它和 Word 的功能是一样的，能够完成 Word 的大部分功能，而且是苹果免费提供的。它的排版也是非常精美的，这张照片也是用 iPhone 6拍摄的，细节非常好。顺带提一下他们家的 Keynote， 功能和 PowerPoint 类似，操作更简单，动画效果更好，甚至可以拿它来做视频封面，制作 GIF 动画表情包等等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我的往期视频。
接下来聊一下脑图工具 Xmind。 这个工具覆盖了主流的平台，有 Windows 和苹果的版本。另外它的样式非常丰富，不仅仅局限于思维导图。它最大的特色是在同一个文件里有多个页面，可以像 Excel 一样来回切换。另一个推荐的脑图工具就是 MindNode， 这个工具就显得比较纯粹，也许最简单的才是最好的。聊一下知识管理工具 DevSync， 通过它来管理视频的项目文件，特别是 PDF 文档搜索非常方便，比如搜索戴尔就跳出了相关的所有资料，使用频率最高的关键词以红色显示。See Also 功能中显示出有可能有关联的文档，这也是我习惯使用它的原因。这里提一下 Pixmator， 这是一个和 Photoshop 类似的软件，日常修图完全可以用它来替代 Photoshop。 Affinity 家的平面处理软件也是相当不错的，我主要使用它的 iPad 版本，所以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演示了，大家随便看看就可以了。最后聊一下视频编辑软件 LumaFusion。 这款软件是我在 iPad 上编辑视频的主力软件，我的所有视频都是通过它来完成的。为什么不用 Final Cut Pro？ 因为实在是太贵了，加上 LumaFusion 可以满足我目前视频编辑的所有功能，虽然有些小毛病，但是可以一直稳定使用。终于到了软件的尾声，这里介绍一下剪映专业版。使用它的主要原因是有非常方便的识别字幕功能，加上自己编写的一个导出 SRT 字幕工具，让我顺利完成字幕的制作工作。SRT 字幕顺利导出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